韩鹤来！听的这个声音，司马颖与苗人龙的脸上皆是涌现出愤怒之色。想不到连影儿也来了，短短数日不见，你这丫头的实力又是见账吗？那道声音再度响起，并且此次已是越来越近，很快的在那灰蒙蒙的雾气之中，便走出一道身影。此人正是韩鹤来。只不过此刻的韩鹤来见到了苗人龙，不但没有丝毫的惊恐，反而在其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是如此的诡异。韩鹤来，我要杀了你！见到韩鹤来，司马颖顿时情绪失控，怒吼一声，便直接出手。手握王兵的他，还施展出了禁忌武技，向韩鹤来发动了最为强劲的一击。可是，就是司马颖的最强一击，却在韩鹤来挥手之间便被挡了下来，可谓破解的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颖儿，想杀我，你恐怕还不具备那个能力，再去修炼个几十年吧。以你的天分，那个时候也许会超越我。挡下司马颖的攻击之后，韩鹤来发出了一抹得意的淫笑，笑容之中尽是嘲讽之色。颖儿没那个能力，老夫可有。就在这时，苗人龙冷哼一声，随后只见其一拳轰出，顿时天的颤抖，一股凶猛的地级武力万江倒海一般向韩鹤来压迫而去。然而这一次，韩鹤来却连动都没动，就那样站在原地，面无惧色，直到苗人龙的攻击距离他10米之外之际，忽然一声巨响传来，苗人龙的攻击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挡了下来。苗人龙啊，苗人龙，恐怕现在的你还真的没能力杀了韩鹤来，毕竟他是我罩着的。就在这时，一道诡异的声音自韩鹤来的身后响起：“谁？给我滚出来！”苗人龙早知道韩鹤来有帮手，他并没有意外，而是愤怒地喝道：“没大没小，你就这么与前辈说话吗？”而就在这时，一道老者的身影也是不急不躁地自韩鹤来的身后缓缓地走了出来。竟然是你！见到这位之后，楚风等人皆是眉头微皱，可苗人龙则是大吃一惊，在其苍老的脸上涌现出绝对的意外之色。这位老者身材高挑，骨瘦如柴，却有一双很是独特的眉毛，那美貌苍白如雪，却长达1米，自眼上垂落而下，如同2道瀑布一般，颇有一番世外高人的味道。而事实上，他的气息也的确很强，强大到与苗人龙不分上下，乃是半地巅峰，只差一步便可步入5帝的人物。但若只是这样，还绝对无法让苗人龙如此的吃惊。而他之所以能够让苗人龙如此的吃惊，那是因为他乃是借尸盛会的人。没错，此时此刻挡在韩鹤来身前，阻挡苗人龙斩杀韩鹤来的这位，正是借尸盛会的长老，并且因为他那独特的双眉，还有人给他起了一个贴切的名号，那便是长眉老怪。很意外吗？怎么就不能是我？长眉老怪淡淡的笑了，但笑容之中却有着一丝嘲讽，似是在嘲讽苗人龙等人的愚钝。意外？我当然意外。韩鹤来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他为了一件宝物，便杀了我借尸联盟的同门，在此之后还杀了那么多的人，是不可饶恕的叛徒。虽然你贵为借尸盛会的长老，但你毕竟也是借尸联盟的人，你当初也是由借尸联盟培养出来的，斩杀叛徒你也有责任。你不杀他也就算了，你怎么能助纣为虐，包庇于他？苗人龙很是愤怒地问道，气得连青筋都爆了出来。身为一代天骄，他向来沉稳，就算动怒也很少表露于外，但是这次他却失控了，因为哪怕是他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哈哈，苗人龙啊，苗人龙，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很聪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是高看你了。长眉老怪怪笑道，你这是什么意思？苗人龙剑眉倒数，冷声问道。韩鹤来不过是一个区长老，借尸联盟动用那么多的战力，却都未能将他追捕于他，甚至很多都是有去无回，甚至当年司马火烈那小子将韩鹤来伤成那样，他都没死，反而实力得以增进，直到从司马火烈手中夺得9灵神图，并将司马火烈斩杀。你以为他凭什么？他凭的就是我。从一开始，韩鹤来就是我的人，而他的所作所为也都是听从我的吩咐罢了。现在你懂了吗？长眉老怪说道。原来韩鹤来的所有恶行都是受你指示，你才是罪魁祸首。苗人龙气得瑟瑟发抖，他真是愤怒到了极点。他想不到借尸盛会，那届尸联盟最强者的聚集之地，会出现这样一个畜生。哈哈，的确是受我指示。不过我还可以告诉你，韩鹤来的所作所为不过只是冰山一角，我所做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惊为天人。你以为这些年来青木盛会内的那些老家伙们真的是无缘无故就消失了吗？其实他们都是被我杀了，而我之所以杀他们，那是因为他们的身上有我需要的东西。长眉老怪说道。你这畜生，我非宰了你不可！听到这里，苗人龙再也无法忍受，怒吼之间，衣衫舞动，一道金灿灿的大剑凭空而现，在其催动之下，夹带着灭天之威，向长眉老怪爆射而去。杀我，你行吗？然而就是这样的攻击，那长眉老怪却依旧笑容不改，甚至身形未动，只在其眼眸闪烁之间，一道流光忽然出现，落在了他的身前。那是一个巨大的怪兽，身体为半透明之色，浑身上下燃烧着绿色的气焰。他体型似人，面容似兽，身穿铠甲，手握大锤，体积庞大，高达100米。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难以闯过的堡垒，将长眉老怪以及韩鹤来严严实实地挡在了身后。突然他出手了，手中的巨锤猛然挥动，似是山川从天而降，直接落在了苗人龙那金色大剑之上。滔天的巨响响彻天地，方圆数里之外都被这股颤动所牵连，天塌地陷，狂风四起，仿佛末日降临一般。这漆黑的山脉只是这一击便被夷为了平地。而当那轰鸣过后，苗人龙的金色大剑已然消失不见，但是在关那奇异的巨手却仍站在那里，完整无损，
并且虽然此处的山脉已经被夷为平地，但是那诡异的灰色气体却依旧存在，覆盖着这方天地。别急着动手吗？我还没有告诉你，我杀这么多人，夺这么多宝，为的是什么呢？长眉老人诡异一笑，随后大袖一挥，忽然之间8道流光自大山深处暴掠而出，夹带着骇人的威势，分别落在了楚风等人的四面八方，封住了他们的退路。而当那8道流光落稳之后，楚风等人皆是眉头紧皱，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尤其是司马颖，那先前还满是怒容的小脸，已是吓得苍白如纸，甚至额头之上布满了晶莹的冷汗，正顺着那精致的脸颊滑落而下。因为那8道流光竟如那站在长眉老怪身前的怪兽一样，都是庞然大物，虽然体型各不相同，颜色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部具备半地巅峰的实力。最重要的是，这总共9只巨兽，除了那超然的实力、巨大的身躯外，还有着特殊的气息，无与伦比，宛若神灵一般的气息。事到如今，他们才终于彻底的相信了那位阵法所说的话，这里果然有危险。苗爷爷，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惊慌之余，司马颖问向了苗人龙。我也不清楚，这些家伙不是妖兽，不是戒灵，但却具有自己的生命。苗人龙也搞不清这些家伙的来历。不，颖儿，这些怪物我们应该曾经见过，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只能见到我们，而我们却见不到他们。忽然，楚风对司马颖说道：“我们见过？什么时候？”听得此话，司马颖一脸吃惊，他根本不记得有这件事情。九灵神图就是你爷爷与红魔长老将九灵神图开启的时候，那九灵神图开启之后，就有着9指怪物的气息，那种覆盖于九灵神图之上的气息，难道你忘记了？楚风说道。九灵神图，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的确有着与他们极为相近的气息。这一刻，司马颖恍然大悟，随后说道：“难道说他们与九灵神图有关？”九灵神图，我倒也听说过这九灵神图，那是由青木领域的一位奇才，号称九灵仙人的伟大界灵师所创。相传九灵仙人巅峰之际，想要制作遗物纪念他的出山之处九灵洞天，于是他就搜寻了9只强大的恶灵，并且以特殊阵法以及万千至宝将他们封印在了九灵神图之中。不过那九灵神图封印的不是9只恶灵吗？难道这就是那9只恶灵？可是他们的气息根本就不像恶灵，更不像戒灵，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听的九灵神图，马老村长也是恍然大悟，但却也感觉疑点重重。长眉老怪，这是9指怪物，可是九灵神图中的那9位恶灵，相比于马老村长的猜测，苗人龙则是直接对长眉老怪发起了提问。哈哈，不错嘛，竟然知道这件事。而长眉老怪也未否认，而是得意的一笑，随后说道：“没错，你说的很对，他们的确是九灵神图之灵。不过我要强调一下，他们可是9指恶灵，而是9指神灵。想当年，九灵仙人将9指恶贯满盈的恶灵抓住，封于九灵神图之内，借用他们特殊的力量，让他们成为九灵神图的灵魂。但在确定灵魂之后，九灵仙人又将其毕生所学以及毕生所得无数阵法、无数至宝，全部融于九灵神图之中。九灵神图的价值早已超过这9只恶灵数倍不止，而经过这么多年的熏染，这9指恶灵早已与九灵神图内的阵法和至宝相辅相成。他们虽然是九灵神图的灵魂，但却也被九灵神图所改变。事到如今，他们已并非恶灵，早已蜕变成了神灵。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将他们自九灵神图之中解脱而出，从而为我所用。如今我已是大功告成，有9位神灵做我的打手。苗人龙，你拿什么和我斗？我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找到的此处，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来这里就是送死的。你们几个将成为我这9指神灵的第一批祭品。长眉老怪说这番话的时候，眼中突然闪过一抹寒意，而与此同时，那9只神灵也是纷纷散发出残忍的杀意，一同对苗人龙等人出手了。马村长，保护好颖儿与楚风，这些畜生交给我来对付。见状，苗人龙也是怒喝一声，随后其掌心一翻，一把极品王兵便握于手中。与此同时，他意念转动，18道巨大的结界大门也是自其周围浮现而出。当那18道巨大的结界大门浮现之后，18指身体巨大、凶神恶煞的戒灵也是从中纷纷踏出。这18指戒灵个个身高几十米，虽然不及那9只恶灵庞大，但却是楚风所见过最为巨大的恶灵。最重要的是，这18只戒灵的气息竟也全部是半地巅峰，每一个的实力都强大到了毁天灭地之威能。18只戒灵出现之后，一同发出了声惊天怒吼，随后便2位一组，分别向那9只神灵攻打而去。而与此同时，苗人龙也是手握王兵纵身而起，携带不可思议的力量以及超凡的速度，攻向了长眉老怪。区区戒灵也想与神灵抗衡吗？苗人龙，你可真是异想天开。长眉老怪哈哈大笑，对于正面袭来的苗人龙，他也并不惧怕，双掌一握，2把构型的王兵分别握在了手中。说话之间，已与苗人龙交战于一处。半地巅峰的战斗恐怖无比，那根本不是楚风等人能够涉及的领域，就怕马老村长也是不行，甚至他们连人家的动作都看不清。他们能够感受到的，只有那自四面八方席卷来的恐怖涟漪；能够看到的，只有那混沌一片的正在撕裂与崩塌的虚空。苗前辈，好强！这一刻，楚风不由窃喜，尽管他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战斗，但却凭借敏锐的感应力发觉苗人龙与他的18指巅峰戒灵对战长眉老怪以及所谓的9位神灵竟然难舍难分，不分胜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苗人龙竟凭借着进攻的细节
抓住对方的破绽，渐渐地占据了上风。他占据上风也就算了，就连他的那18只戒灵也都占据了上风，分别压制住了那9只神灵。而这一切的功劳，全都要归功于苗人龙。楚风相信，若不是苗人龙的指挥，那18只戒灵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好。只要想到苗人龙一边对战同等修为的长眉老怪，一边还观察戒灵的战斗，并且进行指挥，楚风便越加佩服苗人龙的实力。长眉老怪，你的9只恶灵也不过如此。看来，就算得到再多宝物的熏陶，他们也终归是恶灵而已，难与正统的戒灵抗衡。而这就是背叛正道、投入魔门的代价。占据上风的苗人龙对长眉老怪发出了侮辱。哈哈，苗人龙，你不愧是被左天尊看好的人，你的实力老夫还真是要佩服。再给你1000年的时间，也许你能够越过那条界限，成为一代武帝。那个时候，5只圣土的巅峰也将有你苗人龙一席之地。不过可惜，你怕是没那个机会了，因为今日就是你明年的忌日。长眉老怪冷笑着说道：“想杀我？你有这个本事吗？今日的确有人要死的，但是你这个畜生！”苗人龙不以为然，越战越勇。哈哈，你还真以为杀了那么多人，费了这么大劲，就只有这种程度吗？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9位神灵的真正实力。长眉老怪不断怪笑，而听到他的笑声之后，那9只神灵竟纷纷退出战圈，向一处汇去。最终，他们9位单独的生命体竟然形成了一只巨大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虽然保留着9只神灵的特色，但是体积却增大了将近10倍。如果说先前的他们高达100米已是堪比山岳，那么此刻的他们就宛如贯穿天地的阶梯。因为此刻的他高达1000余米，站在天地间，当真是脚踏大地，头顶白云，再加上那9个头颅、18手臂的怪异形象，他宛如一尊真正的神魔，能够毁灭一切。最恐怖的是，他的气息竟已无限地逼近了武帝，仿佛已经超脱了半地一般。受死！而就当那顶天领德之神魔凝聚成型之际，他竟发出了比雷鸣还要刺耳的声音，苍劲而浑厚。那茫茫雾气被他硬生生地震退不少，甚至就连虚空都被震出了无数裂痕，连大地都是被震得四下翻滚。还好这附近没有其他生灵，否则武王之下，所有生灵都会被这个声音给活活震死，渣都不剩。但最恐怖的是，当那巨大无比的神灵发出这个声音之后，竟抬手一拳向苗人龙发动了攻击。别看他身形巨大，但是他的攻击实在太快了，几乎眨眼之间就来到了苗人龙的身前。一切来得太过突然，就连苗人龙也是有些猝不及防，但他的确很强，反应相当之快。他一边手握王兵施展防御武技，一边单手捏诀凝聚防御结界，双管齐下。他在其身前凝聚的防御手段几乎是无懈可击。不过可惜，再强的防御也要看攻击的是谁。这一击他是注定抵挡不住。果不其然，一声巨响之下，苗人龙的防御手段全部被瓦解，并且那攻击的余波也是直接轰击在了苗人龙的身上。强大的冲力，是的，苗人龙倒退数米，直接消失在了数千米外的茫茫雾气之中，不见了身影。苗爷爷见到这一幕，司马颖歇斯底里地呼喊起来。尽管他没有看清那一击的具体经过，但他却也知道他的苗爷爷被击中了。那样恐怖的一击就那样击中在苗人龙的身上。要说他没事，傻子都不信，也儿莫要担心，老夫还没那么脆弱。然而就在这时，苗人龙的声音不仅再度响起，他的身影也是再度出现在了楚风等人的视线之内。此刻的苗人龙浑身上下金芒闪闪，像是一位神明一般，引人瞩目。而这种变化之下，他的气息竟也比先前强大了许多。此刻正挥舞着手中的王兵，率领着自己的18只戒灵攻向那只巨大的神魔。不过也因他们的战斗，使得这茫茫雾气之中的可是距离变大的原因。在苗人龙出现的那一刻，楚风集中全部精神力，他看清了苗人龙的脸。楚风发现苗人龙的脸色很苍白，嘴角有血迹。尽管他的气息变强了，但是楚风知道种种迹象都表明苗人龙还是在刚刚那一击中受伤了。最重要的是，当此刻苗人龙率领18只戒灵与那尊神魔交战一处之际，他并没有讨到任何便宜。楚风一眼就看了出来，苗人龙是在硬撑，他根本不是那尊神魔的对手，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战斗。快跑，我撑不了多久，你们快跑！果不其然，就在这时，苗人龙的传音已经映入了楚风的耳中。与此同时，楚风还注意到，当他接收到传音的时候，司马颖与马老村长也都是神情一变，显然他们也都接收到了苗人龙的传音。果不其然，这一刻马老村长没有犹豫，大袖一挥，2条结界锁链释放而出，将楚风与司马颖的防御罩缠绕而起，随后拉着2人便欲逃走。尽管他们此行为的是斩杀韩鹤来而来，为的是讨回应风寒冰而来，但是事到如今，马老村长也非常清楚他们的情况是多么的危险。倘若不走，那他们的结局就是全军覆没。马村长这是准备去哪啊？可不曾想，就在马老村长刚要动身之际，一道身影却挡在了他的身前。而见到这位之后，司马颖更是气得咬牙切齿，因为这位不是别人，正是韩鹤来。我村的应风寒冰是你盗的？见到韩鹤来，马老村长的怒火也是噌的一下就冒了出来。是我盗的又如何？虽然我是凭借长眉大人的方法才潜入你应风古村的禁地，但是我还是想说，我之所以能够成功拿到应风寒冰，还多亏了你们应风古村的人，太废材了。韩鹤来一脸讽刺地说道：“我要宰了你！”马老村长气得老脸通红，也忘记了要保护楚风与司马颖。放开锁链之后，他双掌舞动，便向韩鹤来发动了攻击。废材也敢挑战我，你这是不自量力。至于韩鹤来，则是嘲讽连连。
直接与马老村长交战在了一处。韩鹤来，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而失去理智的司马颖也是娇躯一纵，想与加入到韩鹤来与马老村长的战圈之中。颖儿，你干什么？不要添乱了行吗？见状，楚风赶忙抓向司马颖，想要阻拦于他，可是奈何苗人龙的凝聚的防御罩防御的太过彻底，哪怕是楚风也是无法穿透那防御罩，根本抓不住司马颖。就这样，司马颖自楚风身旁掠过，凭借武王的实力加入了韩鹤来与马老村长的战圈之中。见到司马颖攻略而来，韩鹤来的嘴角洋溢起了诡异的笑容，二话不说便脱离马老村长，转而攻向了司马颖。丫头，你这是急着送死，想跟你的家人团圆吗？也好，那我就成全了你。接近司马颖，韩鹤来发出了残忍的冷笑，与此同时，他的右手竟如利刃一般刺向了司马颖的胸口，速度之快，威力之强，以司马颖的实力根本无法闪躲。这一击若是击中，司马颖必死无疑。然而，就当韩鹤来的这一击即将击中司马颖之际，却被司马颖体外的防御罩给弹了回来。什么？这该死的苗人龙！这一刻，韩鹤来疼得咬牙切齿，他的手指竟然硬生生的被防御罩震碎了3根。原来，哪怕是韩鹤来也无法破开苗人龙布置的防御罩，根本无法伤到司马颖。而值得一提的是，司马颖却可以穿透防御罩，向韩鹤来发动攻击。但是可惜，他的实力着实太弱，尽管有着敌人无法伤我，我能攻击敌人的绝对优势，但却依然无法伤到韩鹤来。这就是实力的绝对差距。臭丫头，等下再来收拾你！韩鹤来见攻击司马颖无用，便再度专心的与马老村长交战起来。而这韩鹤来的实力的确不容小觑，没有防御罩的马老村长很快便陷入了劣势。虽然二人的修为也是相差不多，但马老村长却根本不是韩鹤来的对手。近距离，马老村长与司马颖联手攻打韩鹤来，根本讨不到好处，反而陷入劣势。远距离，苗人龙率领18只界灵大战一尊神魔，更是败绩连连，甚至已有2只界灵阵亡，10只界灵受伤，就连苗人龙自己也是断了一条手臂，鲜血淋漓，随时可能有着死去的危机。可恶，这该怎么办？眼下的情况可把楚风难为坏了。走，他不忍心抛下司马颖以及苗人龙等人，何况就算真的走，他走得掉吗？那位长眉老怪可还在那里看热闹呢。他若是出手，楚风与司马颖，包括马老村长，那都是必死无疑；而不走，那就真的一点生机都没有，等待他们的就是全军覆灭，甚至死无全尸。小子，你慌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带着淡淡笑意的声音却忽然传入了楚风的耳中。这个声音不是司马颖的，不是马老村长的，不是苗人龙的，也同样不是韩鹤来与那长眉老怪的，更不是那些界灵与神魔的。这个声音是来自另一个存在的。前辈，是您没死。听的这个声音，楚风是又惊又喜，他已然听出这个声音是谁的。这个声音乃是应风古村那座阵法之中的前辈。不过那位明明在楚风等人的面前消散了，现在怎么又出现了，并且正在对楚风说话？这个声音就来自楚风手中的罗盘。难道他根本没死？当然没死，死了怎么对你说话？其实我的力量还可以再凝聚一次罗盘，没有到达让阵法破灭，我在无栖身之所的地步，但是我感应到了这里有危险，也知道你们定然会来到此处，所以想帮你小子一把。于是我便将我的所有力量全部投射到这座罗盘之中，就是想在你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对你伸出援手。没想到我还真的派上用场了。那位笑着说道，语气之中有着一抹自豪，似是在为自己的聪明而感到骄傲。前辈，这么说来你有办法帮我们？听得此话，楚风更是狂喜，这可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想到在他们身陷绝地的时候，会忽然出现这样一位贵人，愿意帮助他们，自然有办法，不然我说这些做什么？不过我乃气息之体，无法发挥我的真正实力，就算我现在出去，也顶多是个寻常的半地巅峰，不是那怪物的对手，所以我需要你帮忙。那位说道。帮忙？我该怎么帮？楚风问道。放轻松，别做任何抵抗，我需要借你身体一用。那位说道。明白。听到这里，楚风赶忙闭上双眼，放松自己的身体。楚风知道这位是要用楚风的身体来释放他真正的力量。果不其然，当楚风放轻松之后，那掌心的罗盘便化作一缕缕金色的气体，宛如小蛇一般自楚风的掌心钻入了楚风的体内。这一刻，楚风觉得自己浑身火热，并且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想控制自己的身体。对于这种力量，楚风并未抵挡，反而有意让他进入。他知道这就是那位前辈。小子，你的丹田之中那是什么？然而就在这时，那声音却再度响起，声音之中竟然有着浓烈的惊恐之意。听得此话，楚风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说道，前辈，那是晚辈的传承血脉。传承血脉？世间竟有如此恐怖的血脉？听得楚风的话后，那位的语气更显吃惊，但很快他又欣喜地笑了，哈哈，好啊，真是不枉费我牺牲自己来帮你小子一次，你小子值得我帮，太值得我帮了，哈哈，搞不好我今日一帮会再度创造出一位帝王，一位凌驾于我主人之上，能够统治一个时代的帝王，值了，能够帮助到你，我这辈子算是值了。那位哈哈大笑，笑得异常疯狂。而这种情况之下，楚风身体的那种炙热感也是变得更加汹涌。这一刻，他的身体已被那位所控。就在这时，马老村长忽然发出一声惨叫，原来他被韩鹤来击中的胸口，不仅胸骨尽碎，鲜血淋漓，更是自其口中喷出了一大口鲜血。哈哈，废材就是废材，你拿什么和我抗衡？韩鹤来冷笑连连，尽是嘲讽之意。
与此同时，他单掌握紧那手中的王兵，散发出滔天的杀意，他是准备对马老村长下毒手了。然而忽然之间，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挡住了他杀马老村长的去路。而这位正是楚风。是你？见到楚风，韩鹤来也是吓了一跳。首先他没有想到楚风会突然出现，其次此刻的楚风与先前是完全不同。此刻楚风的双眼惨白，就像没有眼珠一样，但却格外的有神，浑身上下尽是金色的光芒，那光芒汇集成了一个人影，就像是另外一个人将楚风包裹了起来一般。最为恐怖的是，此时此刻自楚风的体内散发出的气息异常强大，强大到了超越苗人龙，超越长眉老怪，甚至能够与那只神魔相媲美。说的就好像你认识我一样。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怪异的笑意，你不是他，你究竟是谁？这一刻韩鹤来彻底慌了，说话之间他急速后退，想要寻找机会逃脱。他已经意识到眼前的楚风有多么可怕，并且意识到此刻的楚风已并非先前的楚风。然而就在这时，韩鹤来的丹田之处突然传出一声闷响，向下观望，那里已是血流如注，一只手自他的后背穿透而来，不仅穿透了他的身体，更是捏碎了他的丹田。我是会让你痛不欲生的人。与此同时，一道声音则是在韩鹤来的身后向缓缓传来，这个声音是楚风的，但是却又不是楚风的。长眉大人，救我！发觉不妙，韩鹤来发出了惨叫。什么？听到韩鹤来的惨叫，长眉老怪也注意到了这边，但是当他看到此刻的韩鹤来竟然被楚风破掉了丹田后，他也是一脸的意外。最想杀你的人不是我，所以我不会杀你。那位操纵楚风的存在微微一笑，随后便抓住韩鹤来丢向了马老村长。而此刻的韩鹤来丹田被破，修为已无，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威胁，就像是一个待宰的羔羊，落入了马老村村长的手中。在解决了韩鹤来之后，那位身形一纵，眨眼之间便来到了那尊神魔的近前。楚风，危险！苗人龙此刻正在浴血奋战，见到突然出现的楚风，他也是吓了一跳，赶忙呵斥楚风离开。老头，不要乱叫，我可不是楚风，你应该认得我。那位对苗人龙淡淡的说道，这股气息是您。而苗人龙也不傻，终于从楚风身上感应到了那位的气息，但却也正因为是这位的气息，苗人龙才感觉如此的不可思议。毕竟那位可是当着他们的面消失的呀。退下，疗伤去吧，这里就交给我。那位说道。是。而这一刻，苗人龙也并未拒绝。先不说他已经身负重伤，根本坚持不了多久，最关键的是，他已然发现这位的气息比当日还要强横许多，强横到丝毫不弱于这位魔尊，甚至还要强上不少。也许他真的能够与这位魔尊一战。神魔，我倒是见过接近神的男人，那便是我的主人，但是他也只是接近，却还不敢自称为神。至于你这个丑陋的家伙，那就更不配自称为神了，因为你与我的主人相比，简直一无是处。那位看着神魔冷嘲热讽，宰了你！神魔受到如此挑衅，再度发出了震碎天地的怒吼，一道巨大无比的拳头对着那位便砸了下来。这尊神魔的体积实在是太大了，在他的面前，楚风的身躯真的就是一只彻彻底底的小蝼蚁。按理来说，这一拳下来，真的就犹如砸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然而面对那大如山脉的超级巨拳，那位却丝毫不惧，不仅发出一声冷笑，反而单拳握紧，对着那位就是一拳，一拳轰出，天地崩裂。只听一声巨响之下，那尊神魔迎面而来的超级巨拳竟被轰成了粉碎，就连那顶天立地的超然身躯也是倒退数步。见到这一幕，莫说是长眉老怪，就连苗人龙以及马老村长都被惊呆了。他们知道那位很强，但却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强。神魔已是如此恐怖，可他只是一拳，竟然就将神魔给击败了。你究竟是什么东西？长眉老怪慌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鬼竟会忽然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力量，这个力量真的威胁到了他。我是谁？你真的想知道吗？让我想一想，要怎么介绍我呢？有了，也许这样介绍最为合适。你给我听好了，我是工地传人的一缕气息。那位说道。工地传人，一缕气息。听得此话，长眉老怪顿时就傻了，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工地他倒是听说过，那可是5支圣土历史上的最强者之一，可从没听过工地有什么传人啊，更别说什么一缕气息了。少装神弄鬼，我不管你是何来路，今日都休想坏了我的好事。长眉老怪怒喝一声，大袖一挥之际，一道流光爆射而出，落入了那尊魔神的体内。尽管他速度很快，但可能是受那位的影响，楚风能够清晰的看见长眉老怪丢的是什么。他丢的乃是九灵神图。尽管九灵神图内的9指神灵已经被取了出来，可是九灵神图仍具有着强大的力量，内含无数至宝以及强大的阵法，所以这九灵神图仍然价值不菲，是件至宝。而楚风也预感到这长眉老怪此行此举绝对不会是多余的，他定然是另有所图。恐怕当那九灵神图与那尊神魔融为一体之后，将有不妙之事发生。果不其然，就如同楚风所想一般，当那九灵神图融入神魔的身体之后，神族再度发出了一声长啸，而与此同时，他那被轰碎的拳头竟然重新生长出来，并且此时此刻，一道道灰色的气体不断自他那巨大的身躯肆意而出，融入那茫茫雾气之中。在这种变化下，那遮挡着视线的雾气竟然开始变化，凝聚成了千军万马，开始向魔神奔跑而去，融入神魔的身体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雾气怪物融入神尊体内，神尊的气息开始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恐怖。果不其然，这里本身就是一座禁忌阵法，但我没有想到
这禁忌阵法全部都是为这怪物所布。这怪物之前还没有彻底解封，但是现在似乎要解封了。细心的苗人龙终于发现了此处的玄妙之处，但是这种玄妙却让他如此的不安，毕竟这是对他们不利之事。前辈不能让他吸光雾气，否则他将势不可挡。苗人龙对那位提醒道，再挣扎也是半地，只要是半地，我管你是什么东西，都将死在我的手中。小子，你叫楚风是吧？你给我记住了，今日你所得到的是我给你的，而我是工地传人的一缕气息。那位对楚风说完这些之后，便双手交叉，打出一道特殊的法印，随后大嘴一张，一股狂暴的吸力便暴涌而出，顷刻之间覆盖了他面前的一切。刹那间，狼哭鬼嚎，天塌地陷，那体型巨大的神尊以及那怪物汇集的千军万马，此时此刻正纷纷被卷入吸力之中，搅成碎片，然后进入楚风的腹中。而这等超然的力量，并非是楚风实力超群，乃是那位借用楚风身体的存在太过强大。不，忽然之间，一道惨叫在哀嚎中响起，竟是长眉老怪。身为半地巅峰，能与苗人龙一战的界师圣会长老也无法抵挡这股吸力，此刻正在随波逐流，被那狂暴的吸力吸取而来。这一幕惊呆了苗人龙，惊呆了马老村长，更是惊呆了司马颖。他们没有想到那位会如此之强，不出手则已，这一出手就在瞬间扭转了战局，任凭对方施展怎样的手段，似乎都已没有翻盘的余地。想杀我没那么容易，老夫要与你们同归于尽。眼看着肉身都被那狂暴的吸力给硬生生的搅碎，长眉老怪竟发出了狰狞的恐吓，而他的恐吓也绝非空穴来风。在其怒吼之后，一股怪异的力量自那神魔残存的肉身之中散发而出，扫向四面八方。不好，他要自爆！忽然，苗人龙脸色大变，抓着司马颖与马老村长便向远处急速逃窜。可为时已晚，就当苗人龙发觉不对之际，那神魔的身体已然爆炸开来，滔天的火焰涟漪瞬息便吞噬了那方天地。楚风的身影早已淹没其中，并且眼下正在以远超过苗人龙飞行的速度向他们三人逼近。苗爷爷不能就这么走，要救楚风！眼看着楚风被那凶猛的涟漪吞噬，司马颖急得直叫，但是苗人龙却不予理会。他很清楚这个时候该做怎样的抉择，他必须全力逃脱，不能有一丝迟疑，否则必将葬身于此处。最重要的是，哪怕此刻苗人龙已在全力逃脱，但却也是九死一生，因为他能够明确地感受到这股爆炸有多恐怖。然而就在那狂暴的能量涟漪将要追赶上苗人龙等人之际，却忽然停止扩散的步伐，不再继续追赶，只保持在了先前所扩散的范围之中。苗大人，这是……对于这种变化，马老村长也是有些错愕，应该不是这爆炸的威力不够，而是被某种力量封锁了才是。苗人龙也是停止继续逃脱，站在数里之外，望着那竖立于天地间的超巨型能量火球，依然眉头紧皱，心有余悸。难道是楚风？司马颖问道。准确来说，应该是楚风与那位前辈。苗人龙说道。太棒了，楚风真是厉害。听得此话，司马颖则是一脸喜悦，似是替楚风感到骄傲一般。苗大人，这个人怎么处理？马老村长将那以为废人的韩鹤来递了过来。虽然他很想亲自审问韩鹤来应封寒冰的下落，但是他又觉得交给苗人龙审问更为合适，毕竟韩鹤来与界师联盟的仇恨更深。哈哈，杀了我吧，反正除了这条命，我什么都没有。韩鹤来自知难逃一死，也不惧怕，反而得意地笑了起来。而苗人龙也不理会韩鹤来，先是夺下了他的乾坤袋，仔细搜罗了一番，但是却发现这里面并没有应封寒冰，都是一些寻常的东西。应封寒冰呢？苗人龙冷冷地开口，威严十足。这一刻，马老村长也变得紧张起来，毕竟他此次来到这里的目的，为的就是应封寒冰。要是得不到，那可就是一场空了。什么应封寒冰？你们想要应封寒冰？好啊，在长眉大人那里，你们去取吧。不过可惜，你们怕也是没机会了。应封寒冰估计早就化成白开水了吧？哈哈，你们也不看看那恐怖的涟漪之中有什么还能存活下来？韩鹤来不断怪笑，如同疯癫了一般。韩鹤来，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我要杀你，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但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就死的。苗人龙说话之间，一掌拍在了韩鹤来的脑袋上，而这一掌落下，韩鹤来的体表没有受到一丝伤害，但是他的面容却很快变得扭曲。在此之后，韩鹤来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因为他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折磨。苗爷爷干嘛不直接杀了这个畜生？痛恨韩鹤来的司马颖恨不得立马杀了这个混账。放心，他中了我的撕裂掌，将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由内而外寸寸撕裂之苦，这样比直接杀了他要好得多。苗人龙解释道。杀了我？苗人龙，你个混账，有种你杀了我！司马颖，你不是要为你家人报仇吗？来啊，杀我呀！应封古村的废物村长，你村的至宝都被我偷走了，你居然连杀我都不敢吗？混账东西，杀了我！求求你们，杀了我！果不其然，在这种痛苦之下，韩鹤来难以忍耐，先是以激将之法让苗人龙等人杀他，到了后来就开始苦苦哀求，可见此刻的他的确是非常痛苦。别急，慢慢来，后面等着你的痛楚还多着呢。想死的话，也别急于这一时，要知道中了我这撕裂掌，没人就得了你，你早晚都要死。苗人龙冷声说道。混账！你们这群畜生听的此话，韩鹤来发出了绝望的嘶吼，但除此之外，他别无办法，只能忍受着那撕心裂肺的痛楚，一点一寸的折磨他的肉身与神经。马村长，他的身上的确没有应封寒冰。这一刻，苗人龙对马老村长说道。
都是命。事到如今，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只希望楚风小友能够安然归来。马老村长感叹道。说话之间，看向了那仍然汹涌的能量涟漪。对啊，苗爷爷，楚风怎么还不出来？他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司马颖也是关切地问道。按理来说，楚风小友不会有事，毕竟那位连这样恐怖的爆炸都能封锁到这种地步。但是那被封锁的能量涟漪还是太强了，我什么都感应不到，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楚风小友是否会安然无恙。苗人龙说道。那我们怎么办嘛？司马颖越发担心起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希望苍天有眼，能让楚风小友安然归来。苗人龙说话之间，闭上双眼，面冲苍天，似是在为楚风祈祷。苗人龙等人这一等就是足足3日时间，3个日夜夜已然过去，而他们却一直守在原地，看着那能量不减的涟漪，满心焦虑。这3个日夜，韩鹤来承受不住痛楚，早就死去。死去之时，韩鹤来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也算是罪有应得。可韩鹤来的死，并无法让司马颖3人高兴起来，相反，他们却是越发的担忧起来。要知道，3个日夜过后，楚风仍旧音信全无，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这说明楚风多半是凶多吉少了。而实际上，此刻的楚风不但没有死去，反而获得了不小的收获。只不过连他都不知道他获得了怎样的收获，因为在获得那收获之时，楚风也是陷入了昏迷。我这是在哪里？浑浑噩噩之间，楚风睁开了双眼，大脑还有着隐隐作痛之感，缓缓传来。这种疼痛让他感到错愕，尤其是当他睁开双眼，看到周围那汹涌的能量涟漪后，楚风更是有些懵了，真的不知道自己这是身在何处，又到底发生过什么，就如同失忆了一般。这倒也不能说是楚风的脑袋不好用，只是忽然之间接受到了那不属于他的强大力量，楚风的神智受到了波及，还没有彻底恢复而已。我知道了，这是那爆炸，我在那爆炸之中，但我并没有死，是那位前辈救了我吗？终于，楚风恍然大悟，他的记忆已经恢复，想起了之前所发生之事。不错，你的体质果然异于常人，竟然这么快就苏醒了过来。就在这时，一道极为虚弱的声音缓缓响起：“前辈，是您。”听到这个声音，楚风大喜。尽管这个声音此刻是这样的虚弱，但楚风还是听出这是那位气息的声音。没错，正是我。幸亏你醒得及时，否则恐怕就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果不其然，很快的一缕气息自楚风的手中溢出，并且在楚风面前形成了一道虚影。这正是工地传人的那缕气息，只不过此时此刻，这缕气息比之当日可就虚弱到了极点，仿佛随时都会消散一般。前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颖儿和苗前辈他们呢？楚风很是担心地问道。他的记忆只停留在那爆炸来袭，并且那爆炸非常之强，而在此之后的楚风便不知道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便陷入了昏迷。放心，有我在，他们自然没事。而同样的，这里的能量涟漪也伤不到你。楚风，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咱们就长话短说吧。当日那个由9指恶灵所化的怪物，我本可以轻易将其斩杀，没必要将其吸入你的体内，冒一场可以不冒的风险。但我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它虽危险，但却也是一场难得的机缘，而以我的力量刚好能将这个机缘赠予给你，所以便发生了现在这种情况。至于你所得到的机缘，那便是90神图内的力量。现在你就去你的界灵空间，那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那位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也不怠慢，赶忙将意识投射于体内，进入界灵空间之中。而当进入界灵空间的那一刻，楚风顿时大喜，他已然发现界灵空间与往常已是完全不同。这里遍布着金灿灿的符文，覆盖着界灵空间的各个角落。那不是普通的符文，那是由黄级结界之力所凝聚成的符文，并且这些符文之中还蕴含着庞杂的信息。忽然，磅礴的符文如同潮水一般向楚风奔涌而来，开始融入楚风的脑海之中。而当这一切结束之后，楚风更是狂喜的想要大叫出来。此时此刻，他的身体已经发生了质的蜕变，他的结界之力从金色蜕变到了黄级。虽然只是重温级的黄级结界之力，但楚风的确掌握了这种力量。他已经从一名金袍界灵师蜕变成了一名黄级界灵师，而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瞬间而已。但能让楚风如此狂喜的，可并非只是这些，而是他的脑海里还掌握着无数种阵法。那些阵法皆是来自90神图内的阵法，这些阵法非常的玄妙，非常的强大，甚至很多都是楚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并且包含之广，简直覆盖了结界之术的各个层面。练兵、炼药、疗伤，应有尽有，甚至就连攻杀之术也有多种手段。防御之法就更不用说了，楚风能够感受得到这些阵法的厉害。最让楚风激动与兴奋的是，这些阵法已经与他融为一体，他能够随心所欲的使用。而凭借楚风刚刚掌握的黄级结界之力，再催动这些阵法的话，楚风的力量当真是发生了质的蜕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楚风现在的真正修为是6品武王，若是动用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楚风的修为将提升到8品武王。8品武王加上楚风的那逆战3品的战力，楚风是完全能够与2品半帝一较高下的。但是现在楚风完全可以不动用武力，只是运用他的结界之术，凭借结界之术的防御阵法以及攻杀之法，楚风就能够与3品半帝抗衡。这是楚风成为界灵师以来第一次结界之术的力量超越了修武的力量，这可以说是质的飞跃。而这一切全都是拜那位工地传人的一缕气息所赐，可以说是他给了楚风如今的力量。但可是就在楚风狂喜之余，他又忽然脸色大变，本狂喜的眼中涌现出无比的吃惊与担心，就仿佛瞬间从春天来到了寒冬一般。
整个人都是紧张的不得了。因为此刻的他惊愕地发现，本该活蹦乱跳在这界灵空间之内的蛋蛋，竟然平躺在界灵空间的半空之中，并且浑身上下缠满了黄级结界之力，包裹得严严实实。蛋蛋，你怎么了？蛋蛋，楚风慌了，他彻底慌了。他不但无法解开那黄级结界之力，他还与蛋蛋失去了联系。他真的不知道蛋蛋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就连蛋蛋是生是死，楚风都不知道。前辈，这是怎么回事？蛋蛋他到底怎么了？无能为力之下，楚风赶忙将意识投射回身体，向那缕气息求助。蛋蛋，那是谁？对于楚风的问题，那位起初有些不解，但很快又想起了什么，笑着说道：莫非你说的是你体内的那只修罗界灵？对，就是他。楚风赶忙点头，哈哈，放心，他没事。那九灵神图蕴含的诸多宝藏，你都从中获得了如此大的好处，你的界灵自然也会有着不小的收获。只不过那股力量有些特别，它不能一口气全部吸收，需要慢慢融合。你不要打扰他，待得他将所有的力量都转化为他自己的之后，他自然就会醒来了。那位笑眯眯地说道：多谢前辈，前辈之恩，晚辈真是无以为报。得知蛋蛋没事，楚风赶忙道谢。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蛋蛋不但没有事，反而正在享受着一场难得的机缘。他知道待蛋蛋醒来之后，实力一定会有所增长，这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而这一切都多亏了这位楚风，如何能不感谢？不必谢，你小子潜力无限，天赋异禀，比我的主人还要厉害。只要不出意外，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整个五之圣土都会被你踏在脚下。到了那个时候，只要你能够记得有我这么一缕气息曾经帮助过你，那就足够了。那位哈哈一笑，随后说道：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此话落下，他大嘴一张，竟传来一声惊天怒吼，紧随其后，一股狂暴的吸力狂涌而出，散发开来。而在这种狂暴的吸力之下，那弥补四面八方的能量涟漪也开始被其吞噬。只不过随着那能量涟漪被吞噬，这位本就微薄的身体也是开始变得越加的虚弱。而当那能量涟漪被其一饮而尽之际，这位的身躯也是彻底消失。前辈，谢谢您了。您放心，您今日对晚辈的大恩大德，晚辈定然没齿难忘。尽管那位已然消失，但楚风还是对着那位先前所站立的地方深鞠了一躬。楚风，楚风。而就在这时，苗人龙以及司马颖的呼唤开始不断的响起，并且越来越近。顺声观望，楚风发现苗人龙三人已是来到了楚风的近前。看到楚风安然无恙，他们三人的脸上挂满了喜悦的笑容。楚风，你没事，这实在是太好了。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在这样恐怖的能量涟漪之中待了足足3日3夜，不但安然无恙，整个人的精气神好像比3天前还要好。你是怪物不成？司马颖又惊又喜地问道。而苗人龙与马老村长也同样以那好奇的目光看着楚风，显然他们也想知道楚风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我能做什么？还不是多亏了那位前辈。楚风笑着说道。前辈，是工地传人的那缕气息？司马颖问道。楚风点了点头，这次的确是多亏了那位前辈，否则咱们恐怕都要葬送在此处。不过话说话来，我们能够得到那位的帮助，还都是借了楚风小有的光呢。苗人龙对楚风说道。是啊，若真的要说，这次还是亏了楚风，不过可惜没有活捉长眉老怪，也没能拿回应风寒冰。司马颖略显遗憾地说着，说话之间还看了一眼马老村长。这一刻，楚风发现，尽管马老村长也是满面的笑容，但是在他的那苍老的双眼之中，却隐藏着一抹伤感。谁说应风寒冰没有拿到？难道这不是吗？楚风淡然一笑，说话之间，自乾坤袋内又取出了一个乾坤袋。而当这个乾坤袋打开之后，一大块应风寒冰便浮现在了4人的面前。这是应风寒冰。见到这个，马老村长顿时狂喜，那激动的样子，仿佛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是那位前辈留下的。不过看这个样子，长眉老怪他们应该也是浪费了不少应风寒冰，但我想有总比没有强吧，能找回来就是好事。楚风笑着说道。这是当然，这是当然。马老村长连连点头。身为应风古村的村长，他自然一眼就看出来，这块应风寒冰不是完整版，被用了至少1/5。但是就如同楚风所说，能够找到应风寒冰就已是天大的喜事，更何况这还剩下4/5。但是很快的，马老村长的脸色又变得纠结起来。虽说这应风寒冰是他应风古村的，可是应风寒冰被盗后，他根本没有能力抢回来。而如今这应风寒冰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完全是因为楚风的缘故。这应风寒冰是那位留给楚风的，并不是留给他的，所以他也不清楚这应风寒冰到底还属不属于他应风古村。马前辈，应风寒冰对应风古村有多重要，晚辈很清楚，所以晚辈自然要物归原主。楚风看出了马老村长的心事，笑着将应风寒冰交换给了马老村长。楚风小友，你对于楚风此举，马老村长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但是苍老的双眼已经涌现出了点点泪花。这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毕竟这应风寒冰可是决定着应风古村未来存亡的重要物品。马前辈，这应风寒冰我是物归原主了，不过晚辈也需要一些应风寒冰，不知道马前辈能否赠予晚辈一些？楚风又以玩笑的语气说道。可以，当然可以。听得此话，马老村长二话不说，掌心为刃，对着那应风寒冰便是砍下2刀，自那应风寒冰之上分割出2块，见者有份。苗大人，司马姑娘，这是你们的。马老村长将这2块应风寒冰递给了苗人龙与司马颖。马前辈，这份礼物未免太重了一些吧？我见状，司马颖高兴坏了，毕竟这应风寒冰对于界灵师来说可是至宝，
更何况此刻的马老村长如此大方，给了他如此大的一块。只不过正因为这印封寒冰之珍贵，所以他才有些不好意思接受。毕竟无功不受禄，这印封寒冰能够找回来，全部是楚风的功劳，他一点力都没出，真是没有资格接受这份大礼。颖儿，这是马村长一番好意，你就不要推辞了。苗人龙说话之间，将属于他的那一份收了起来。多谢马前辈。听得此话，司马颖才不再迟疑，赶忙将这块印封寒冰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此刻高兴得笑不拢嘴，别提多美了。在苗人龙二人收起印封寒冰之后，马老村长二话不说，对着那剩下的大块印封寒冰又是一刀。而这一刀过后，剩下的一大块印封寒冰竟硬生生的被斩切成了等额的2块。最让人惊讶的是，马老村长在收起其中一块之后，竟将那另外一块递给了楚风，满面真诚地说道：“楚风小友，这块就送给你。马前辈，这实在太多了，我不能要。”眼看着马村长将所剩的印封寒冰整整一半分给了自己，楚风则是赶忙推脱。虽说他很需要印封寒冰，但是只要巴掌大小的体积就够了。其实马老村长刚刚给司马颖与苗人龙的份额刚好够楚风用的，但是眼下马老村长分给楚风的这块是他所需要的近100倍，这叫楚风怎么好意思接受？楚风小友，你听我说，先不说我之前在我印封古村内，我当着那么多人冤枉过你，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单说今日，要不是你，我哪里能找得到印封寒冰？虽说印封寒冰是我村的至宝没错，但是我留下的份额已经足够我印封古村传承下去了，而这些是你应得的，你一定要收下，否则老夫将寝食难安，这辈子都会觉得有愧于你。马老村长很是诚恳地说着，话语之中竟还有着几分祈求之意。楚风啊，马老村长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就收下吧。不过这么多的印封寒冰可会让无数人眼红，你千万不要露富哈，一定要小心保管。苗人龙笑眯眯地说道。既然这样，那楚风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楚风将印封寒冰还给马老村长，那是他知道印封寒冰对印封古村有多重要，这可是印封古村传承的根本，它的价值不仅仅是现在，更重要的对印封古村的后代们，所以自然留下的越多，传承的时间也就越久。但是马老村长已经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楚风也实在找不到理由来拒绝，索性就接受了。楚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苗人龙问道。楚风，和我一起回界世联盟吧，再过些时日就是9世狩猎了，我们一起回青木山。这次的9世狩猎，苗爷爷也会与我们一起去的，有苗爷爷坐镇，我看有谁还敢对我不敬，我要好好教训一下青木山的那些混蛋。司马颖说道。好，我们一起回青木山去参加9世狩猎，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些私事需要处理，你先回界世联盟等我，待我处理完就去找你。楚风说道。什么事情？我们陪你一起去办不就好了，办完了再一起回界世联盟。司马颖说道。傻丫头，楚风都说是私事了，你还添什么乱？苗人龙笑着说道。我算了，那你一个人要小心一点。司马颖倒也不是不明白私事是什么意思，只是他放心不下楚风一个人。妥妥的。楚风笑着做出了一个安稳的手势。就算你有事要处理，也要用远古传送阵吧？苗人龙问道。的确要走远古传送阵。楚风点了点头，他没有苗人龙那样的速度，自然要用远古传送阵，尤其这里是联盟领域的一个边界，距离楚风想要去的落叶竹林可谓非常之远。楚风若不依靠远古传送阵，而是依靠自己的实力，那真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抵达了。决定之后，4人踏上了各自返航的路程。尽管此行终点有惊有险，但此刻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司马颖与苗人龙杀了韩鹤来，使得大仇的报，马老村长拿回印封寒冰，使得印封古村可以继续传承，这样的结果乃是他们最初之所愿，如今所愿达成，自然高兴。不过要说高兴，这最高兴的自然是楚风。楚风此行收获最多，不仅超额的得到了想要的印封寒冰，还成为了黄袍界灵师。最重要的是，楚风同时还掌握了9灵神图之内的所有阵法，凭借这些阵法，重文级黄袍界灵师中，怕是没人能与楚风抗衡。然而就在楚风4人有说有笑的向那远古传送阵行进之时，远处的天际忽然传来颤动之音，那声音越来越近，速度极快。很快的，楚风等人便发现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出现了一大片金色的光芒，金色的光芒面积极大，眨眼之间竟来到了楚风等人的上方，停了下来。此时此刻，金色的光芒覆盖整个上空，一望无边，就仿佛本是蓝天白云的天空彻底化作了金色一般。他们怎么会来到这里？看着那停滞在上空的金芒，苗人龙眉头微皱，很是不解地说道。苗爷爷，这是什么？司马颖不安地问道。他隐约之中在那金色的光芒之中感受到了危险，是东方地族的人。苗人龙回道。东方地族。听得此话，司马颖顿时惊讶地张起了小嘴。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丫头，在听说对方的身份后，竟然难得地变得紧张起来，并且这还是有他苗爷爷坐镇的情况下。由此可见，地族之名有多强大，难怪是可以排在9世之上的超级家族。而楚风相比于司马颖，楚风不但没有丝毫的紧张，相反他的脸上还扬起了一抹期待。想当初，在九州大陆，姜氏皇族可是九州大陆的统治者，而地族可是远在皇族之上的种族。虽然他们的血脉本是同根，但是实力的差距却是天地之别。而来到5之圣土后，楚风更是多次听说过关于4大地族的威名，尤其是见识过白若晨的地级血脉后，他对这4大地族更是充满了好奇，想知道这地族的人究竟有多厉害。眼下东方地族出现在楚风的面前，并且如此大的阵势，这正好能够一解楚风的好奇。好奇之余，楚风动用天眼，
观向了上方的金色光芒，真是来头不小啊！而这一看不要紧，哪怕是楚风也是颇感吃惊。原来在那金芒之中是千军万马，千军万马之中竖立着无数个巨大的旗帜，旗帜飘飘，上面皆是刻写4个大字：东方帝族。而这千军万马主要的成员是一群身穿金色铠甲的战士，这些战士人数之多，足有10万名，占据了这队伍的一大部分。而他们每一个的实力也都是不容小觑，最弱的都是武王境，尤其他们坐在身穿金甲的巨型妖兽身上，更是威风凛凛。不过，除了这些身穿铠甲的战士之外，还有着上千名半地强者。这些半地强者身穿的铠甲与那些武王强者稍有不同，而品阶也是各有不同。这些半地强者列成一个方阵，围在一座移动宫殿的周围，像是护卫一般，守护着那座移动宫殿。这移动宫殿不仅金碧辉煌，更是由10只体型巨大、凶神恶煞的妖兽拉动着。这10只妖兽每一只的修为竟都在半地之上，并且气息之雄厚，居然不弱于马老村长。这样的妖兽，就算是放在5只圣土，也绝对是1号人物。楚风真的想不通，他们为何甘愿为人坐骑，甚至被用来拉车。而若仔细想来，楚风也只能够想到一点，那就是他们的主人非常之强，镇压得他们不敢反抗。想到这里，楚风对那移动宫殿内的人物感到非常好奇。可是这宫殿有特殊的结界，哪怕是楚风的天眼也是看不穿，不知道那宫殿内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大胆小鬼，竟敢窥视我东方帝族，真是找死！忽然，一道满含怒意的声音在那金芒之中炸响，而这句话显然是针对楚风所说：“东方帝族之人来我联盟领域，何事？”见对方如此霸道，苗人龙也是不甘示弱的回吼了一句。毕竟不管东方帝族如何强大，但这里毕竟是他界师联盟的地盘。苗人龙身为半地巅峰，实力极强，他的这声怒吼自然也是气势不凡。莫说大地被震战出了无数裂痕，就连天际之上那包裹东方帝族的金芒也如水面一般荡起了道道波纹，受到了影响。下方何人？苗人龙所散发的威势显然得到了东方帝族的正视。金芒之中再度传来一个声音，只不过这一次与先前的声音不同，这一次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界师联盟，苗人龙。苗人龙高声回道：“原来是苗人龙苗前辈，我乃东方帝族皇子东方泽轩，此次来到此处，正是要去你界师联盟。”那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再度响起，虽然口尊苗人龙为前辈，但实际上却没有丝毫的尊敬之意，相反尽是傲气。原来是东方帝族的三皇子。听的这个名字，苗人龙先是一愣，看来他不仅认识这位所谓的东方泽轩，且对于此人的到来他也很是意外。于是他又再度问道：“不知三皇子来我界师联盟所谓何事？”苗前辈，界师联盟见。东方泽轩的声音又一次响起，可是当这个声音落下之后，那金芒竟再度移动，眨眼之间便离开了楚风等人的上空，消失在了远处的天际。而那个方向正是界师联盟所在的方向。可恶，他以为他算是什么东西，竟然敢对我苗爷爷这般无礼。见到这一幕，司马颖气得咬牙切齿，那张本还算甜美的小脸气得通红，的确是太无礼了。不管他是何来头，但这里毕竟是联盟领域。事实上，莫说是司马颖，就连马老村长也是看不下去了。先不说那东方泽轩在知道苗人龙的身份后，没有回答苗人龙的问题就离开了，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解开那金芒，露出真容。这不仅仅是不将苗人龙放在眼里，这还是不将界师联盟放在眼里，因为他们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做到。东方泽轩这倒是像他的作风，不过相比于马老村长和司马颖，苗人龙倒是颇为释然，并没有因对方的行为而感到生气。苗爷爷，这东方泽轩你认识他？司马颖好奇地问道。东方帝族的三皇子，若论天分与实力，他是整个5支圣土都排得上名号的天才。20岁的时候就踏入了半地境，同一年凭借一己之力斩杀100余名半地强者，其中10人是4品半地，实力逆天，手段超然，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9世的所有天才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他才是5支圣土最顶尖的天才，日后也是能够站在5支圣土最巅峰的存在。不过因为他的年龄较小，成名也是不久，所以现在知道他的人也是不多。但是所有人知道他的人都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名字定会传遍5支圣土。苗人龙说道：“就算是天才，也要知道什么叫做礼节吧。”尽管得知东方泽轩的强大后，司马颖也很是吃惊，但依旧愤愤不平地说道：“天才嘛，总是有着优于常人之感，越是优秀，便越会不将他人放在眼中。这东方泽轩，我曾见过，他便是这类天才的典型代表。他的态度就是这样，不仅对我如此，哪怕是对他东方帝族的长辈也是这般。他是5帝之下，没有人能够获得他的尊重。相比于他的态度，我更想知道他来我界师联盟究竟所谓何事。我可不相信他来我界师联盟只是简单的拜访。”苗人龙说这番话的时候，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担忧。苗爷爷，那他难道是来挑衅的？听得苗人龙的话，司马颖的小脸也是变得不安起来。这东方泽轩如此厉害，若是真的来挑衅的，那么界师联盟的同辈之中根本没人能与他抗衡，这绝对是不妙之事。东方泽轩需要扬名，而扬名的最好方法就是惹是生非。我觉得他多半是来者不善。苗人龙说道。苗爷爷，那怎么办？司马颖越发不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界师联盟虽然不如东方帝族，但能在5支圣土立足，也绝非浪得虚名。走，随我回去。苗人龙尽管表面仍旧镇定，但楚风能够看得出来，此刻的他其实也非常的担忧。此事之后，苗人龙不再怠慢，
带着司马颖等人，以最快速度来到了远古传送阵，随后便与司马颖向界师联盟赶回。而马老村长觉得此次苗人龙对他有恩，再加上东方地族来者不善，所以也与苗人龙他们一同前往了界师联盟，看看能不能帮到什么忙。至于楚风，虽然也很担心那东方泽轩在界师联盟闹事，可是那东方泽轩如此之强，并且此次来势汹汹，想必东方地族来的高手也是不少，真不是楚风能够插得上手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楚风还是要去界师联盟的，毕竟先不说苏美在界师联盟，单单看在司马颖的面子上，楚风也不会坐视不理，所以楚风一定会去界师联盟的，哪怕只是尽到微薄之力，楚风也要帮。但是在此之前，楚风必须去一趟落叶竹林，毕竟他离开落叶竹林也有一段时日了。楚风不能够确定红墙是否会一直压制的住那烈焰铁莲花，所以为了避免意外发生，楚风必须尽快过去。只有将烈焰铁莲花彻底压制，将莲花种子拿到手里，楚风才会安心。于是楚风通过远古传送阵，再加上自己马不停蹄的赶路，终于再度来到了落叶竹林。如今楚风在落叶竹林的身份可是非常特殊的，他不是寻常的弟子，而是落叶竹林的一位主事人，所以他在落叶竹林可以说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能够只手遮天的存在。落叶竹林就是他的地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人敢拦着他。正因如此，来到落叶竹林后，一切顺利，楚风直接来到了废竹林。楚风，你回来了。而当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之后，楚风那悬着的心也总算落了下来。这个声音是红墙的，并且精气充沛，状态很好，这说明楚风担心的事没有发生。而这一刻，楚风的心中一抹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也是油然而生。周折一番之后，终于到了制服烈焰铁莲花，夺得莲花种子的时候了。